观之道为实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什么是滚蛋疗法？滚蛋疗法不仅简便有效，无毒副作用，而且廉价。它的疗效从古至今都被很多人亲自证实有效，有时甚至堪称是神奇的效果。关于滚蛋疗法，以前有观友提到过，因此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专题介绍。小关有一个朋友特别懒，孩子一生病，跟他说不了3句，就直接无情拒绝了，说太复杂了。本不想理这种超级没有耐心又懒的妈妈，被逼无奈，只好说滚蛋疗法最适合你。估计因为懒，这个办法他最能坚持。3年来只用这个方法，孩子很多小问题都被解决了，因为少生病，骨质增强了，鼻炎也莫名其妙好了。滚蛋法正名为履蛋收阴术，名字有点奇怪，是少数民族的一种疗法。很多朋友小时候都受过奶奶们这种爱的待遇，用鸡蛋滚一滚，病就好了。说这么多，滚蛋疗法能调治哪些问题呢？1. 新生儿黄疸。2. 感冒发烧、咽喉痛、鼻炎。3. 湿疹、荨麻疹、皮炎、各种小疙瘩、小疹子。4. 腹痛、腹泻。5. 宫寒、妇科炎症。6. 扭伤等外伤肿痛淤血。7. 驱体内湿气。概括来说，凡是风寒、风湿、湿热、寒湿等引起的各种病症，从感冒、湿疹、拉肚子到关节炎、妇科炎症，甚至血液病、肿瘤等疾患都可以调治。滚蛋疗法这么厉害，什么原因呢？滚鸡蛋疗法治病原理有多种解释，但很大程度上是从所谓的现代西医科学角度讲的。但古人是运用中医的智慧方法发现创制的疗法，自然从中医自身的角度来理解更靠谱。古人认为鸡蛋，一颗鸡蛋就是一个小天地，蛋黄如同大地属阴，蛋清如同天空属阳，小小的鸡蛋具足天地之气，可以演化出一个完整的生命。古人就是巧妙地利用这种自然的力量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。本草纲目里对此是这样解释的：卵白向天，其气清，其性微寒，并天之清气，有金向咽，善消肿痛而利咽喉，清肺经而发声音，其主主治，除鼻疮，治发黄，敷肿痛，喜烧灼。卵黄向地，其性温，鸡子黄，温润醇浓，体备土德，滋脾胃之津液，则重脘之枯槁，降浊阴而止呕吐，生清阳而断泄痢，补中之良药也。鸡卵则煎黄白而用之，其性平，精不足者补之以气，故卵白能清气，治伏热、目赤、咽痛诸疾；形不足者补之以味，故卵黄能补血，治下痢、胎产诸疾。天地之卵通理气血，故治上列诸疾也。说到这里，大家一定对它充满了好奇，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滚蛋疗法的要领。先来说说最简单版本。准备 N 个鸡蛋，土鸡蛋最好，2个或多个轮流使用，然后按照正常煮鸡蛋的方式把鸡蛋煮熟，注意不要煮爆裂。具体操作：用清水煮熟，煮的水最好能将鸡蛋全部覆盖，开大火，然后马上将带壳鸡蛋放入锅里煮，水开3分钟后将火调到最小，再煮15到20分钟，关火焖1-2分钟，取出鸡蛋。煮多熟呢？能吃的程度就行，但是不要吃。将煮熟的鸡蛋剥壳，趁着温热在生病的地方反复滚动。要多热呢？感觉温热但不烫，感觉舒服即可。滚多久呢？10分钟以上。鸡蛋很快就凉了怎么办？准备1小盆热水，鸡蛋滚凉了，再放到热水中热一热就好了。滚蛋疗法可以在以下8种场景中使用。1. 孩子感冒了，打喷嚏、流鼻涕、微微咳嗽。滚蛋方式：首先用鸡蛋在大椎穴位区域滚动，再用鸡蛋在印堂穴区域滚动。如果孩子有说头痛难受，可以在后脑勺下面的风池和风府2个穴位滚动，每个穴位一般3到5分钟。如果孩子不配合，那就用鸡蛋滚背后的督脉和膀胱经，当做玩游戏一样滚一滚，发点汗就好了。2. 孩子肚子痛，
比如孩子吃了西瓜、冰淇淋、吹了空调后说肚子痛难受。滚蛋方法：用鸡蛋肚脐周围的腹部滚动，大致10到15分钟，2个鸡蛋轮流换，鸡蛋凉了重新加温。3. 孩子拉肚子，大便稀有气泡、水样，不臭的受寒腹泻。滚蛋方法：用鸡蛋肚脐周围的腹部滚动，大致10到15分钟。4. 眼睛疲劳，孩子学习用眼过度。滚蛋方法：用鸡蛋在印堂穴和眼眶作为滚动，也是预防近视好方法。眼珠子部分记得不要滚到。5. 黄疸护理，注意温度，小宝宝皮肤娇嫩。滚蛋方法：用整个鸡蛋在孩子从头到脚滚一遍，上午滚一遍，下午滚一遍。6. 鼻炎，鼻塞难受，一直打喷嚏。滚蛋方法：前额、印堂、鼻子两旁、后脖子、背部膀胱经。7. 湿疹，宝宝反复长湿疹。滚蛋方法：在宝宝长湿疹的区域轻轻滚蛋，注意温度是宝宝能接受范围。8. 受惊，宝宝晚上一直哭闹，飞机时哭闹。滚蛋方法：滚蛋时先从头面部开始，接着是正面沿着皮肤从上身滚至下身，然后是背部身体从上身滚至下身，最后从脚心收出去。因为银有安五脏、定心神、除邪气作用，所以受惊时候要用到银。注意温度，鸡蛋凉了要换一个。煮鸡蛋时要加什么料呢？1. 遇到受寒的情况，可以加入一些驱寒的药物，比如风寒感冒，可以在其中加入艾叶15克、生姜2-3片、葱白、带须1根。受寒腹泻肚子痛，可以加入干姜一起煮。2. 遇到有热的情况，可以加入金银花、连翘、蒲公英一起来煮鸡蛋。3. 遇到有湿的情况，可以加入藿香、苍术、陈皮。如果弄不清楚寒热，就什么都不用加，鸡蛋本身就是一味药。如果上述的方法对你来说很简单，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学习滚蛋疗法的升级版。嵌银收阴法，有些地方会在鸡蛋里嵌银器来滚，这个方法也叫嵌银收阴法。本草纲目中记载，银器嵌于蛋白，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，同气相求，阴阳相招，各得其意是也。阴在内，其银器可为阴，卦为兑为泽，本有收纳敛藏之象，即为银器。当丙金气收敛之极，阳在外，则蛋白可为阳，其色白，并天之清气，有金象焉，有收敛卫外之功。阴阳中富有阴阳，一物一太极，一阴一阳之味道，故可。一旦清果银器，是为一太极。人之肚腹是为另一太极，两相感触，如是出入之机，因势而动。运有入人发一团，得人之血于气，天地人三才合一，共助活血通络，补益收敛之功。具体做法：鸡蛋煮熟煮老后，切成2半，抠去蛋黄，银戒指，或银元，或银块，或银豆都可以，纯度越高越好。插入半个鸡蛋的蛋白中，再塞入一团乱头发，再用纱巾包住，把开口放戒指环的一端放到患者肚脐上，让患者自己拿扶着，盖好被子仰躺着，不能透一点风或露出手脚。把另一半鸡蛋仍放在开水中煮着，鸡蛋凉了后再捞出另一半鸡蛋，施以同样的方法交替操作。如果体内有风邪，银字发蓝；如果寒邪，银字发黑；如果体内有湿，银字发黄，有热发红。多数颜色是花的代表体内风寒湿邪热全都有，都析出来了。颜色的多少代表着病邪的比重程度。可以蘸点牙膏用布擦干净，也可用草木灰清洗，清洗的都特别干净。施以多次此法，你会发现颜色会越来越浅，皮肤感觉越来越热越敏感，代表邪退正进，体内吸出来的阴邪越来越少。注意事项：滚过的鸡蛋不能吃哟。古人有要求，把滚过的鸡蛋要埋入土中，不要随便丢弃，这样对接受治疗的人康复更有好处。做完后一定不要外出吹风，最好也不要洗澡，在家静养1天。有的人做完后可能脸色会更难看或身体发虚，可煎煮山药红枣稀粥喝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
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